注意看，韩国19岁美少女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，结果却偏偏要靠实力吃着晚饭。自身的颜值堪比身后的搏击女郎，窈窕的身材和妩媚的脸庞，再加上长长的大白腿，谁看了谁不迷糊？外表貌美如花似玉的韩国美少女，真要是到了擂台上，康锦熙将会犹如母老虎化身一般凶狠残暴。这一次来到中国打比赛，并不是弘扬韩国整容技术，而是点名挑战中国武警霸王花胡丹丹。对比之下，胡丹丹的脸蛋才是纯天然无添加的脸蛋，并不像康锦熙一样脸上全是科技与狠活。看来康锦熙是真不怕胡丹丹失手把他刚做的鼻梁打歪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胡丹丹是如何暴打科技脸的。请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开始，19岁韩国美少女对战26岁武警霸王花，两位美女之间足足相差了7岁。康锦熙是摔跤柔术出身，地面缠斗技术远超常人数10倍，但在站立对拼期间，胡丹丹占据着绝对的比赛优势，打得康锦熙没有任何的反击能力，完全就是在被胡丹丹按在地上摩擦。反观康锦熙就像是一个狗皮膏药一样，胡丹丹怎么甩都甩不掉。双方的本体感觉还是非常出色。康锦熙韩国选手呢，战术这一球非常的清晰，还是把对方撂倒。是一个什么打法？他的这种打法呢，是一个比较典型。胡丹丹呢，曾经在全兴时代的芙蓉镇战的比赛当中脱颖而出。技术分析，然后肩背大击，所以说他的职业战绩9战7胜2负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，进入到地面缠斗的两个女人打得很精彩。吕子乔曾经说过，最喜欢看两个女人打架，果然女人之间打架就是很精彩。完全拿到背部的胡丹丹准备实施裸脚结束比赛。然而摔跤柔术出身的康锦熙抗压能力很强，并不会因为胡丹丹拿到压制位而弃赛投降。膝盖接入，我们看看，好像胡丹丹的这个胳膊还没有完全的插进去。好，做转体，现在这个做的不是非常到位，对方有可能摆脱。康锦熙在挣脱，对方摆脱了，完成7胜。现在是占据了主动，康锦熙可能要一拳打哦，是住，危险，小心。手关节挣脱了，不错，胡丹丹也逃过一劫，来机会了，这个连续的机会，对方也是非常顽强，刚才太凶险了，太没关系，果然19岁的小将。被暴揍一顿之后的康锦熙很难缠，此时的胡丹丹已经拿到了康锦熙的脖子，但康锦熙的意志力非常坚定，一直搂着胡丹丹大美女不撒手。不知道的还以为康锦熙爱上了胡丹丹呢。就算胡丹丹使出全力都无法挣脱康锦熙的束缚，这或许就是康锦熙所实施的粘性打法，根本不给胡丹丹实施进攻机会。现在对方呢，现在还是既定的技战术发挥，就是跟对方纠缠，争取把对方撂倒。好，这个起来以后，这个有章有法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呢，一来一往，我们看到确实打的是有章有法。而且胡丹丹他的挣脱技术很强，可能也暴露出了康锦熙他的身体的力度还不够。双臂的这个力度还不够，他不能锁住目前这个26岁的胡丹丹。关键是什么？就是双方都不是等闲之辈。这个胡丹丹这是有很好的准备，所以他在逃脱这个锁技方面呢，确实有很好的。两人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内围对抗，在康锦熙不占优势的前提下，根本没有打算松开胡丹丹。反观胡丹丹无法挣脱康锦熙的束缚，这种无赖的打法也就韩国人会。一旁的裁判也很无奈，最终将两个人重新分开。在纠缠过程中，胡丹丹没有任何办法挣脱康锦熙的束缚。继续，赵子阳，对，整理一下。这个刘老师，像这个女子 MMA 里面，整个对发型的要求又很高吧？这个基本上就不能够去干扰对方，尤其是蹭眼睛，这要避免的。所以一般的讲呢，这个在比赛中，但是呢，女孩子毕竟有女孩子个性，从这点来讲呢，非要这样，也不是非要这样，就是说你这个上不能带饰物，就是有一些包扎物啊，这个装饰品呢，不能够威胁到对方。你看胡丹丹，她这个感觉有点类似您的学生唐金。因为这个东西，女孩重新回到站立的胡丹丹进攻气焰很凶猛，随时都能给康锦熙来一套致命进攻。然而康锦熙却表现得非常沉稳，根本不像是一个年仅19岁的小朋友。在站立对拼期间，康锦熙就像是个小孩子一样，被胡丹丹牵着鼻子走。连续的重拳并没有摧毁康锦熙的意志力，并且还让康锦熙黏住了胡丹丹。胡丹丹可不是轻易被欺负的。双方啊，在这个站立方面，对方也毫不示弱，用拳头来对决。
因为这个好像因为控制方还是在胡丹丹这一面，似乎是这样啊。在这个时候，所以胡丹丹总是用拳，那逼着这个康锦慧也是要不停的用拳来迎战。但是对方呢，对于这个缠抱在一起，把对方撂倒以后使用关节技呢，这点呢更有一些信心。这是说在这个围绳的，你看我们刚才说到发型上，这个对，就是要遏制，因这为个怎么弄呢？怎么挣脱呢？相当于可以说第二个。进入到内围对抗的康锦熙又开始耍无赖，抱着胡丹丹不撒手，这个战术很无赖，对于胡丹丹来说也很无奈，根本无法挣脱这个粘人的小妖精。为了推开康锦熙，胡丹丹不惜用手扒了康锦熙的脸蛋。即便如此，康锦熙依然没有打算就此放弃纠缠。比赛有可能是一个回合难以解决对方，难以解决问题了。但是这要打15分钟啊！什么样的哇，动用了手指，因为戴着分指手套，这个女孩子的功夫还是抓脸抓，这是严重犯规的犯规，有可能会被罚下。你不能抓脸啊，这是有严格规定。哎呀，在抠着眼睛。绝对不允许他这很可能会开场。那么在第二回合，我们看到双方的距离拉得很远，这也是看看好，第二回合较量，身高相仿。第二回合开始了，在站立上的康锦熙就像是小绵羊一样，面对眼前这位大老虎，小绵羊根本不敢在大老虎面前调皮。没过几秒钟，康锦熙再次进入到了胡丹丹内围。对于胡丹丹来说也没什么不好，除非心情受到了点影响，其他并影响不了整场比赛的全局。几千名观众的眼睛啊！都是在这个绳圈边啊。在比赛规的规定呢，不能用这个手去抓网或者是绳，这样呢会被裁判提示。通过这种方式来固定自己身体，但是你不能抓过去。是的。最开始过来看，现在呢看起来就是胡丹丹还是有一些被动了。现在危险了，胖颖现在也没办法，我摔不倒你，是吧？因为对方是想把你撂倒。现在看到胡丹丹呢，他还是尽量避免被对方缠倒在地上。但对在地，本来康锦熙想拿胡丹丹的背部，结果被胡丹丹一个巧妙的转身轻松化解。康锦熙并没有放弃这次缠抱，则是主动将胡丹丹带入到了地面缠斗，结果被康锦熙拿到了脑袋。不进入到地面缠斗还好，康锦熙可以依靠无赖打法保全性命。一旦进入到了地面缠斗，康锦熙瞬间就失去了对比赛的掌控能力。可以把这个角度调回来，这是 MMA 比赛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，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情景。因为你被动一方往往是逃到外面去避免打击的。赵子阳就把双方给拖回来了。这是比赛规则的一个规定。现在牢牢的还控制住这个康锦熙的脖颈，这个断头台的体位还是有的。一条胳膊在里面，这就是我们中国。这是用围绳打。从小开始接触柔术摔跤的康锦熙，在对面缠斗期间相当灵活，并不会因为胡丹丹拿到了康锦熙的脖子，康锦熙就开始出现慌张。挣脱断头台的康锦熙并没有挣脱手臂，被压在地面上的胡丹丹一直在控制着康锦熙的手臂，尽量不给康锦熙实施任何有效进攻的机会。击打，要护住自己头部。又再一次的危险啊！十字固。好，就地18滚呢。哦，但是软了。三角锁，锁没锁好，但是现在已经成型了。现在危险，胡丹丹要挣脱，危险，头部危险，三角锁还是相当危险的。这个胡丹丹要现在踩上裁判非常紧张。这个时候危险了，容易出危险。此时的俩人就像是一个大麻花，康锦熙拿着胡丹丹的手臂不撒手，然而胡丹丹拿着康锦熙的手臂不撒手。这就陷入了死循环，现在还不是特别明显，翻身之后将会看得更清楚。两人都在实施十字固，试图降服对手，结果就出现了这个僵持不下的局面。转身，相当的危险，来调整把位，看他会不会用连环锁。现在胡丹丹是用自己的这个双腿的把位呢，不让康锦熙把自己的这个康锦慧现在他非常聪明，他拿脚后跟打对方头部。往后展，对，一旦让对方把这个腰位展直了，就现在双方呢，除了这个技术和非常冷静以外呢，心理品质也是严峻的考验。胡丹丹也在用锁，锁住了康锦慧的脖子，各不相让。而康锦慧呢，现在要力所摆脱，力所摆脱。胡丹丹的大腿锁住了康锦熙的脖子，并且还拿到了康锦熙的大腿，对于康锦熙来说非常危险，稍有不慎就会被勒断脖子、掰断大腿。此时的胡丹丹正在使出全力试图降服康锦熙，然而康锦熙的身体柔韧度非常强，虽然没有拿到胡丹丹任何肢体，但康锦熙咬着牙继续坚持着。
最终胡丹丹松开了康锦熙的大腿。对，可能是把头部控制住了。但是胡丹丹还在锁着康锦辉的头部。非常顽强，有可能摆脱。康锦熙韩国选手就主动倒地。胡丹丹更好的交劲。啊，还有拖进去，拖进去。今天有2个有趣的现象啊！这个时候呢，康锦尽职尽责的裁判将俩人重新拉回了擂台中央。一直占据优势的胡丹丹也没有放松警惕，拿着拳头就开始狂揍康锦熙。毕竟康锦熙的脸蛋是科技与狠活，挨揍程度比常人要强很多。胡丹丹打得越狠，康锦熙挣扎力度就越大。这些拳头打在谁身上谁知道痛。然而被完全压制的康锦熙正在拼命挣脱。条件。现在呢，努力完成骑乘。现在不要急于打，哎呦，完成骑乘，你看对方摆脱了，翻身非常漂亮。胡丹丹拿到了一个10步的把位，因为你没有跨住以后，你打的话呢，实际上你自己重心不稳，你那个发力啊，效果是非常有限。这个地面战能力啊，这也是比赛经验所致。反正现在康锦熙可能心里在想，我只要能起来，我不会被你用尽所有力气站起来的康锦熙。剩余的体能已经支撑不住康锦熙再做任何进攻动作，只能依偎在胡丹丹身上进行休息。正好胡丹丹趁此机会也喘口气，康锦熙就像是一个狗皮膏药，根本甩不掉。不管胡丹丹做任何动作，都无法让康锦熙撒开手回到站立对拼。那是2017年全新时代中外前往全明星搏击经典，这由湖南经视进展的话呢，联合央视体育频道和青海卫视共同给您打造的今年的全明星赛。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女子 MMA 角逐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双方第3回合，来自中国的选手胡丹丹面对韩国的选手康锦熙。是的，这是第3回合在这个一场比赛。腿部的技法使用方面呢，确实还有一些地方值得推敲。他刚才有康锦熙又不傻，不管是回到站立还是地面缠斗，都逃脱不了被一顿揍，只能在胡丹丹的温柔乡中进行休整。一旁的裁判都看不下去了。于是将俩人重新分开，回到站立对拼的胡丹丹自信心爆棚，反观康锦熙又开始耍无赖，捂着脑袋就往康锦熙怀里钻。继续，但是前面的这种抱弹啊，对于胡丹丹的在坚持住最后的30-40秒钟。这个韩国的选手这场比赛我们要看裁判组3位边裁1位主裁将怎么样来进行判定。对。这些正田虽然呢步入胡丹丹的因为韩国选手呢，他虽然比赛经验不是非常丰富，但他年轻，我觉得体能强啊。哎，对，我们这气老不气小啊。我就这么黏着你，让你无法，不要抓全绳。现在比赛中呢，就是怎么样做到治人而不治于人，这至为关键。最后的时间，康锦熙依然在搂抱。面对这种情况，胡丹丹也没有任何办法，毕竟康锦熙实在是太粘人了。根本挣脱不了康锦熙的束缚，那么惊天逆转的可能性已经是微乎其微了。这样的话，双方是打满了3个回合，对吧？我们回答一下这场比赛呢，再看一下，就这样的击打，也让康锦熙呢，也这么熬过来、挺过来了，在失去重心的情况下，突然坐在地上。最终，胡丹丹以天大的优势获得了比赛胜利，成功将这位韩国19岁美少女击败。要不是康锦熙实施无赖招式，恐怕康锦熙早就被胡丹丹打破箱了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胡丹丹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